新赛季中有什么英雄啊？重做之后简直成神了，手感好的不得了。如果你的换装手速快，连装备都改强，到底是谁呢？没有错，就是我们手感媲美传说等级皮肤的纳克罗斯。这次对面疯狂入野，前期对面超强，可是我们还是滑溜，把对面简直吊打了，还拿下 MVP 7进7出，整个手感好的不要啊！把对面吕布打到怀疑人生，到底在最新版中他怎么出装，搭配什么阵容才可以做到这么夸张呢？好好享受吧。多叫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，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tt Team 的我这次带给大家的是纳克罗斯重做之后使用一个超便宜的皮肤啊，不用贵的皮肤，可是却完成最好的手感，最爽的手感，媲美啊传说等级的一个深度实战解说。怎么说手感这么好呢？这里就直接一开始不断的切。大家听到这个音效啊，干脆利落的7进7出，对面一开始强势啊，有个赞尼尔啊，我们只有一个卡瑞兹，对面还有一位前期也是蛮强硬的打野，3段位移的吕布啊。那这里我们上路被 gank 一波，这里就不能够怂了，直接把对面我们只剩下1格都不到的血量，把对面一下，这个心脏要有够大颗啊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刚刚那一波就 gank 不成功了。那换到这一波来，我们看到 gank 的话，对面的吕布小兄弟呢，直接的哇，在草丛的话你就马上要退了一个意识。那当然呢，如果对这个英雄熟悉度是够的话呢，其实呢你要逃的话，直接轻点你的2技能，它就会往敌人的反方向逃啊，不需要你去拉的，不需要拖你的这个方向。看到对面开大招，直接一手大招上去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，哇，手感真的怎么那么好啊！在这个版本之中，双杀直接拿下对面的无敌战神，这里就不用打了。那可是告诉大家，哇，哪一个这么便宜啊，400点的造型就能够打出这么好的手感呢？哇，怎么做得到？这个版本就做得到了。以前的纳克罗斯，你拿一个便宜的皮肤，怎么都不会够 AIC 的那个造型那么的爽。可是，在现在这个版本，最爽的造型全部都爽的。哇，这个小兄弟哇，想要拿我们的蓝，我们愣了一下，吓到一下啊！这个小兄弟啊，有点意思，没有所谓。出装怎么样的出，在现在这个版本之中呢，你的纳克罗斯，没错，你可以出打野刀，可是呢，对面这个前期比较强势的阵容，艾瑞啊、赞尼尔啊，还有吕布之类的英雄呢，全部加起来，你真的前期比较难能够打出优势。虽然我们有打出优势啊，所以的话，你出一手打野辅，确保你在前期对面啊，其实一开始我们啊快放了。对面一直在入野，一直的艾瑞啊、赞尼尔啊这些英雄一直在入野，吕布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一手打野辅，对面就很难能够入野了。这里不该打了，我们怎么打，对面反而是会吸血吸更多，把对面的一个兵线直接拉掉，那更好，断了他的兵线，心脏够大，可在你们的面前2技能一个逃脱，轻轻松松吗？其实。很多小兄弟这里就会急着逃脱，穿一个比较厚的墙啊，那刚刚对面就会很容易把你给切了。这里直接一手大招，又是要够大的，哇，纳克罗斯往回一刮，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意把对面的吕布给拿下了。同样，大家3段位移，就是玩的这么的不同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。你的纳克罗斯虽然吕布不耗蓝，你耗蓝，那他在这个版本前期比你要强，可是的话，吕布比纳克短那个位移比纳克短，那这里呢，你的蓝 buff 就可以让了，因为现在你是拥有对面的，刚刚我们刷了对面的蓝 buff， 而你也不用去看对面的蓝 buff 到底重生了没啊。那我们看到上路有个艾瑞
完全呢不会想要去切他的这个冲动的啊，他太过于肉了，我们只能呢看到啊，比方说西路卡对面的伊夏这种小萝莉啊，西路卡不算小萝莉吗？你才去切他，像我们这里这样选人来切的啊，要很挑的，很挑食的。比方说对面的赞尼尔，你也不用去管他，吕布也尽量不会首要去刷他的。刷完对面了啊，没有人给你说你才去刷这些的前排。那对到伊夏呢，你的纳克罗斯可以很好的发挥哦。这里辅助小兄弟呢没有要去扛这个凯撒的意思，要不然的话节奏当然越做越快也好啦。这个7分钟的时候，我们纳克罗斯其实就可以妥妥的把凯撒拿掉，然后一波 end game 啦。那只是我们有一个艺人的一个想法，就全队呢就不一定会这么的配合，毕竟你不是5排嘛。要是5排的话，马上啊发个 call， 哎，快点，这个凯撒开凯撒了啊，马上做一波了啊，中塔啊，那可是这里是一个人玩的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说好自己就好。那说到最好手感的造型是哪一个呢？其实在这个版本之中，那每一个手感除了合金进化，我都觉得很清脆、干脆利落啊。那合金进化的话，手感比较重，那当然了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一手一技能来手大招，先退，马上就一个退场了，这里不能够慢了，把艾瑞给切掉之后，马上就一个退场，然后不要去断兵线，千万不要选择把上路兵线给拿了，可能全队的全军覆没，一个团灭，对面可以一波的这里。所以的话，马上先回城回一个血量啊，这里不能够拼，你也不要去打算呢一个人拯救全个世界啊，不可以把这个兵线直接一扫啊。二技能如果刚刚对面那么多人在2塔的时候，你二技能进去一扫的话啊，对面就也把你给扫了。在出装方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鞋子哦，鞋子呢魔防鞋是标配了，那物防鞋的话就很看自己的对面的阵容。那玩到纳克的话，很多小兄弟都会出魔防鞋，真的会比较好。不过窝呢还有一双鞋子有时候会用的，就是攻速鞋。这个鞋子呢就是窝想在前期就已经把对面打爆了一个鞋子，我会这么出。那可是5排会比较常出那样的鞋子，或者是说3排会比较常出那样的鞋子啊。单排的话不会的啊，很少会的，队友不会那么的好的，如你所愿去跟着你的节奏的。到现在已经6-2的一个成绩了啊，锁住我们的卡瑞就不要先进场哦。一手2技能进场刮一刮，然后一手大招把对面2位英雄给收掉之后，还有一个赞尼尔3个人头，我们一个人把他就那么的狂刷，一手大招不断输出再来，不要刮他宠物，一挑把对面5位英雄7进7出的就收掉了。不得不说这个2技能转身还真的挺帅的啊！哇，不断的就把对面中路兵线就刮一刮就好了。拆塔比起拿凯撒这里比较重要，不要想着去说这凯撒就一定要拿，怎么样拿啊？这个对面的塔拆2座更赚了，一个卡瑞兹就很难去把这么多塔去拆。如果3位英雄的话，我们这里可以把对面高地也一并拆掉，不要怂啊！对面只是一个西路卡，拆掉马上逃就好了。破防方面呢，我们呢可以选择先出一个角斗士啊。如果你破阵直接先出也没有说不可以，可是我们会优先出一个角斗士，而之后很多小兄弟会马上出一个全能武器或者是圣剑。我呢2样都不会出，会出直虎啊，把直虎先出。直虎出了之后，我们直接合一个全能武器上去，有暴击。有全能武器的被动，全能武器的被动对于纳克罗斯来说很有用的。所以的话，为了不脱装，这是小装备的心得。那当然的，觉得麻烦的小兄弟不用管的，直接跟着右上角的出装图一样，妥妥的。那看到呢中路集结，把下路兵线呢直接给搞掉之后呢，对面呢没有人来守他下路2塔，很容易就要掉。那詹尼尔来守是个很好的选择，他对面意识蛮正确的。因为呢，詹尼尔的话呢，我们就不一定是5打4了，詹尼尔可以有大招。那这里我们想要看到，哇，对面后排那么多想要切小兄弟艾罗，这个时间点竟然去选择一个吕布小兄弟来跟他打，没有意思的，对面跟着他们来打。那没有办法，这里呢把对面一下直接1换1啊，没有关系。把龙这里想要去开，对面下
3位英雄啊在下路，2位英雄在中路，这里就不要开个凯撒了，把蓝 buff 拿掉，然后选择怎么办？兵线断掉就好了。肯定有人想要来抓我们了，那我们直接的再下一波兵线也抓，相信队友啊，可以把下路顾好。中路的2波兵线直接呢我们刷掉，你们不可能下路冲1波的，我们克里希要复活了。这个时间点呢，刮了2波了之后呢，对面肯定有小兄弟，我们要偷塔就回防啊，果然是一个赞尼尔。那这个时间点，我们再从容不迫的啊，在下路整理一个兵线，然后看到凯撒，就轻轻松松可以把节奏带回到自己那边了啊，没有关系的。艾罗小兄弟怎么守，什么东西都想尾刀也是没有所谓。那在我们的奥义方面呢，这一把比较不一样，5觉醒5暴怒，然后中间呢是一个5精灵，然后5夺萃啊。那在右面呢就是一个标配龙爪，这里不该开，对面呢赞尼尔已经察觉到我们要开凯撒这一点的话，一个回包或者是说赞尼尔直接一个神使降临，我们也不好打。那我们这里的经济呢已经是高过第2名的队友的3000了，打尼瓦纳克罗斯经济就是要碾压对面啊。那怎么碾压呢？你就是看到经济就拿啊！除了你尽量不要抢队友的经济，意思是对面的野区、自己的野区啊，尽量拿，可以拿就可以拿啊！看一下马上大招，7进7出，躲在出其不意的地方，刮了之后不要贪心，为什么？队友已经被收光光了，这里可惜了一点。不过这个小兄弟想要试着自己有个坦克在附近吗？把你复活甲直接给打出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你啊！这里我们就把你兵线再断一波，就是这么的流氓，因为我们有的是操作。你们这么多小兄弟，你也有3段位移，可是你的3段位移远远比不上那克罗斯，在你面前一个2技能，你往那边打，我们就往那边的跑。而看到西路卡呢，我们的卡瑞兹小兄弟想要回城啊，这里如果跟我们一起打就真的很好，没有的话我们也要尽量一个人去打。可是如果对面还躲了一个赞尼尔，刚刚神使降临直接降在自己的西路卡身上的话就不要了，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赞尼尔的一技能给炸到啊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反倒是可以断中路再断一波兵线啊，回一个城。而艾瑞察觉到的话，我们就直接选择跑了回去哦。吕布想要去切我们啊，怎么都跟不上的，怎么样都跟不上的啊！就像一个有落地喷 CWW 喷的一个小兄弟啊，然后一个就什么喷都没有了，就这样咯啊！看到呢，在魔龙区有集结，2位英雄收掉之后，可以很安稳的可以打架了。对面吕布你太肉了，我们不选择不切你，把你的小野怪给拿掉之后，想要切的是个小萝莉，一技能挑飞大招往回一刮收掉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位小兄弟一技能挑飞，2技能你无敌战神坐下，把你人头就这么的收掉。3位英雄，西路卡开启大招，这里不能够怂啊，把对面的塔不断的刮就好，把对面主角直接赢得这场胜利，拿到 MVP。是搭什么英雄的这个版本？卡瑞兹啊，圈人，然后我们直接进场收割。还有的话就是查格纳尔，我们怕控制，如果没有大招的时候，查格纳尔可以帮我们免去控制。还有的话呢，我们会压制什么英雄的莫拉大招很难去打中我们的，还有佛罗伦很难粘得到我们。那我们呢会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？就是萨尼很容易推走我们，还有就是阿莱斯特直接一个锁，我们怎么都逃不掉了。感谢收看，我是 Matt Team 的我，喜欢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了点赞分享哦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